埃及其实一直是中东那一带地区的强权。埃及人一直很有安全感，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、他们的文明成就在中东地区。当然，因为他有很深厚的经济实力，所以造成他一直以来都是所向无敌。可是竟然阴沟里翻船，对不对？被希克族王朝统治了100多年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所以我们可以懂这个法老，他对他的百姓说：“第9节，看啊，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，又比我们强盛。不太可能，以色列民真的比埃及人要多，要强盛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如果以色列人真的要比埃及人更多、更强盛，当后面法老用屠杀男婴的手段来对付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如果以色列更多、更强盛，各位那就革命就好了嘛。”对不对？以色列就起来跟埃及人拼了，在那样子这么可怕、残忍的手段和政策之下，以色列人呢却忍气吞声，告诉你他无能为力。所以法老说的“看啊，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，又比我们强盛”，其实不是事实。但是为什么他讲的会被他的臣民所接受？为什么大家这样说的时候，没有人举手说？法老啊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他们就这么几个人而已，没有大家都觉得这个法老讲的有道理，我们应该要想出一点办法来对付以色列人。为什么呢？答案原来是，说不定是希克索王朝留下来的一个影响。如果这是1440，因为他们离开希克索王朝也不过就100年的时间，那个民族记忆仍然非常深刻，那个被外族统治的痛苦啦、羞辱啦，仍然在他的脑袋当中是非常鲜明的记忆。所以现在有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告诉大家说：“我们国家有个大问题，这以色列人你看越来越多一直增加。如果这一些人呢，跟我们的仇敌联合起来攻击我们，如果他们从我们当中就跑了，各位你注意看法老真正关心的，他不是说以色列人比我们还多，跟我们的仇敌联合就把我们打败、统治我们，没有啊。他说他们攻击我们，然后他们就离开这地去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其实没有比埃及人多了。埃及人想要什么？埃及人想要以色列人在这里成为经济上面的一个助力。不愿意失去这个好处，可是呢，又担心他们真的太强了，可能重蹈覆辙。各位，这是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，埃及的这个法老王，严格说起来，说并不是一个坏王，对不对？他显然是一个汲取历史教训的王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居安思危的王。他没有等到以色列人已经真正成为那个威胁了，然后现在束手无策。他不是这样的王，他是一个讲好听一点，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王。可是从埃及人的角度，会觉得是一个好王的状况，却造成整个以色列人的悲哀，以及神要介入。神要刑罚埃及人，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状况。你问我出埃及记在讲什么？我大概会说，出埃及记在讲2种思维、2种生命的故事。有一种呢是非常世界型的，非常自我中心的。其实是这样子的人需要被拯救、被改变，不然这样子的人最终他会面对刑罚。因为你只有世界物质享受、安全保障、自我，造成什么？这一些组合排列在一起，各位，它成为最可怕、欺压、逼迫的力量。不管是国际当中的军事啦、外交啦、经济啦等等，这种可能是殖民啦、剥削啦等等。可是就个人来说，其实这也是与神非常非常为敌的观念。我们不要想象这个
法老王呢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，可是你换一个角度，从埃及人的角度来看，你还会给他一个赞美，你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王哎。可是呢，他的想法不是真正世界可以和平，人可以跟神有很好关系的那一种思维。因为历史，因为担忧等等的缘故，他现在想的办法是要叫以色列人来做苦工，加重担苦害他们，让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积货城。为法老建造积货城，这个表达其实是很怪的表达。为什么呢？他不是要为埃及建造积货城，是为法老建造积货城。那2座积货城是法老的，各位，这有很大差别。如果是为国家做的，他们等于是使以色列人成为埃及全国的苦工奴隶。可是呢，在这里是为法老建造。什么是法老的积货城呢？法老自己有自己的财富，他有他的田地，他可能有他的城邦，或者国与国使节的来往，常常有很多的礼物啦等等。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国家的使节来往的时候呢，会送某某人什么礼物，有这一些东西，有的呢是归国家有的，有一些呢是归个人所有的。在古代的政治里头呢，其实王个人财富的这个部分，那是大学问啊。很多的王呢，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口袋呢，非常非常深啊。那这2座积货城是为法老自己建的。各位，他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这些人又强，这些人很可能成为我们的威胁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控制他们。可是其实真正得利的是谁呢？是他自己，为他建造积货城。就是因为这样，这种思维呢，需要被救赎或被审判。好，埃及人呢，就苦待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做苦工，可是呢，他们越发多起来，一点都没有受到生活环境里头的这些困难等等，造成以色列势力的衰微。这个其实这段经文，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社会读起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应该更有意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的设计是让以色列人的每一天累得要死，觉得命好苦。各位，如果是这样，生命有什么意义？如果是这样，干嘛生小孩？你自己都活得不耐烦，对不对？你还生小孩干什么呢？生活很辛苦啊，没有时间养啊、教育啊等等。这显然是埃及法老的以及他的臣民他们所想出来的巧计。他说：“我们要用巧计待他们。我们没有杀人，我们没有直接明显的手段对付，暗中让他们自己觉得人生非常没有意义。可是以色列人呢，每一天很辛苦，然后回家做什么？生小孩。所以才会因为越发苦待他们，他们就越发多起来。各位，这个讲起来当然有点好笑，可是你仔细想想，这一些人显然他们的观念或者他们的家庭关系是非常不一样。他在外面受了苦，每天累得要死，然后他回家，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在这样子回家还要生小孩？各位，很必然的是，你回家，你觉得在家里头找到安慰，找到情感上面的支撑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会要生小孩？他们难道不知道生小孩会有其他的问题、困难不便？当然知道啊。可是就是因为他每一天回家，他在他的家里头，在他们的那一群的他们的民族当中，他找到那个支撑，他找到安慰，他找到认同。所以夫妻越发相爱，所以大家彼此互相的帮助，造成越发苦待就越发蔓延，越生越多啊。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些反省就是我们如果觉得今天的时局、环境、经济等等，
让我们觉得生活很困难。各位，说不定我们基督徒，不管是我们的夫妻关系，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群体、教会的关系，需要让我们找到一些路，我们彼此成为一个支持。生命是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。以色列人在第一个埃及人的巧计当中完全没有屈服。接下来就是法老呢想了一个办法，既然比较不明显的手段不奏效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只好明着来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请收生婆来，告诉收生婆，你们其实不是要收生，你们是有一个暗杀行动。只要看见生产的时候是男婴，收生婆要让一个刚出生的男婴死掉，制造一些意外，各位这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没有想到收生婆呢却不愿这样做。各位，如果出埃及记在讲一开头说两种思维、两种身份，显然第一章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出埃及的故事是上帝厌恶埃及人，刑罚埃及人，上帝祝福以色列人，只要是以色列人，管他是怎么回事，他都在神的祝福之下。这种民粹的读法，各位，你读第一章就碰到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收生婆，这里说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，那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，你一下子读过去，以为这是希伯来人 ，OK？ 可是希伯来文不一定是这样子。希伯来文那个希伯来的收生婆，可以是为希伯来人服务的，那个表达所有的关系不一定要是指他的国籍。事实上，如果法老要杀希伯来人的男婴，把这个任务交给希伯来人，各位，唯一合理的状况之下是这两个应该是很好，已经反叛归降被收买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后面故事发展告诉你说没有，这两个人完全不是，这两个人跟法老讲的是一套，做的是一套，完全没有要做法老所做的事。这两个人是埃及人的可能性远大于希伯来人，除了一开始那个把任务交付的部分。第二个，如果这两个人真的是希伯来妇人，那在法老发现叫你们做的事情，你们呢讲一套做一套，完全没有执行。各位，那法老应该很简单就把这两个人给他杀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已经要杀希伯来人的男婴，对他来说，再杀这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有什么困难呢？一点都没有啊。看起来呢，这两个人是埃及人的可能性更大。第三个理由是，他们在面对法老的时候，当法老发现，不是叫你们杀希伯来的男婴吗？为什么都没杀？他们的回答是，希伯来妇人跟埃及人妇人不一样，什么不一样呢？希伯来妇人很健壮，他们呢又健康又强壮，不像埃及妇人哦。埃及妇人呢，生小孩很慢啊。希伯来妇人呢很健壮，收生婆还没有到就已经生了，所以呢，每一个人生小孩跟下蛋一样。去到那里，那就生下来了，所以我没有机会动手，不像埃及妇人。埃及妇人呢，每个都娇生惯养，所以呢，生小孩呢很辛苦很久。到那边去，各位，这里头为什么这个说辞让我们觉得他们是埃及人的可能性更大？因为埃及人的阶级、民族意识非常浓厚。埃及妇人埃及人连跟以色列人同桌吃饭都不肯。如果连同桌吃饭都不肯，你去帮他接生小孩，各位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他哪里会愿意？所以呢，为埃及妇人接生的只可能是埃及妇人。埃及妇人不会接受希伯来妇人来帮他们接生。这两个人显然是原来帮埃及妇人接生，现在收到了法老所指派的暗杀行动，所以呢，他们变成了去帮助希伯来妇人。现在他们说，我们2次的经验很不一样。埃及妇人呢生产
很辛苦很慢。希伯来妇人生产呢很容易，我们还没有到，他们就是没有机会下手。这是他们对法老的回答。各位，这个回答里头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希伯来妇人在我们还没有到之前就已经生了。为什么只有2个收生婆？有很多解经家说，这2个是班长，所以呢，他们底下都还有，他们各自有好多管理好多的收生婆。法老呢，当然是找班长来讲话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很怀疑，我觉得说不定真的只有2个收生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般的观念对法老来说，我给了你们收生婆，我给了你们2个收生婆，我就故意要给你们人手不足，所以呢，在收生婆还没有到的时候，难产而死的那一些，那本来就是我要做的。我干嘛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收生婆嘞？我不要嘛。每一个都是我派去的收生婆接生，然后每一个男婴都死了，这很快就会被发现。我好像很爱你们，我给你们收生婆，可是呢，我让你们人手不足。如果你接生前面那个花了15个小时、20个小时，各位耽搁到其他那些，造成生产过程的不顺利、死亡，不管是产妇还是婴孩，对法老来说，那不正是正合我心吗？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刻意。那这也是这2个收生婆的回答。法老啊，你就只给我们2个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啊，捉襟见肘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好多的男婴呢，我们还没到就生下来。那这下我怎么杀他呢？我没办法杀他，因为这样的回答，各位，这让法老很难下手。如果这2个人是埃及人，那法老做什么呢？按照我们所知道，原来在埃及社会当中的收生婆，他们是不可婚嫁，因为生产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一些人呢，他们不可以婚嫁。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收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就叫他们建立家室，所以显然他们结了婚，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孩子。那发生什么事呢？最合理的推断应该是这2个收生婆呢被法老给免职了。免职之后呢，他就不再是收生婆，所以他就可以结婚生小孩。原来他的职业让他不能做，现在他可以。各位，第1章里头告诉我们2种思维。如果你看法老的那一套，你会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。你看收生婆的这一套，各位，你大概会佩服他啦。可是呢，你知道哇，这个其实要付相当的代价，需要有很大的勇气。可是同样都是埃及人，2种思维、2种反应、2种价值观，不是因为他是埃及人，所以他就一定受咒诅被刑罚，没有；也不是因为那一些是以色列人，他就一定蒙福。后面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的问题，他其实是在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心态，敬畏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多重要。收生婆的敬畏神，让他们冒非常大的危险，他们想要帮助人保存性命，他们自己的性命小命差点没了。他们在帮别人建立家室，结果呢，后来他们失去了帮别人建立家室的职分，他们丢了工作。可是神给他赏赐什么？是他回头，他自己可以建立家室。有很多时候事情不像我们所看的那么表面。为什么不是我们所看的表面？因为在我们个人之上，各位真的有神呢。而且呢，神真的统管这个世界，所以那不合神心意的，神会介入，神会刑罚，神要让历史走向和他心意的那个方向。这是第1章。第1章的开头问我们所有的人：如果你是埃及人，你会比较赞同法老还是收生婆？如果你是以色列人，
各位，他显然他也不能够单纯的说所有的埃及人都是坏蛋，因为是那两个收生婆帮助许许多多希伯来人的男婴，最后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存。当然，这个故事作为后面的发展，跟摩西的出生有很大的关联，因为摩西也是在那个后来法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，收生婆这个呢，有一点点明，有一点点暗，结果这样因为执行不力，造成很困难。现在那怎么办呢？从做苦工到收生婆，现在呢，他大概因为心中的挫折，所以呢，他就更激烈、更极端。现在他吩咐众民说，这个现在变成国家的命令了哈。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通丢在河里头，这是一个全民运动。法老呢，动用全国的力量，制造民族之间的仇恨跟对立。可是呢，以色列人不可以单纯因为是埃及人，他们呢就采取对立的手段。好，进入第2章的这个故事，利未人娶了利未人为妻，然后呢怀孕生了儿子。有人结婚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是在那个已经知道埃及人要杀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婴，在那个时代当中要刚好相爱，到了适婚年龄要结婚建立家庭，其实是蛮悲哀的。好，结婚了，太太怀孕了，各位，我们知道谁怀孕都是非常欢天喜地哈。可是呢，那个女人怀孕一怀孕，我猜他们都很担心，这是男的还是女的呢？生下来是儿子，更惨。为什么？因为命令就是所有男婴呢，任何的埃及人都有权利，也有义务，直接就把他丢到河里头去。见他俊美，藏他3个月。俊美，有没有人看自己的孩子觉得长得实在好丑啊？大概不会吧？每个人看自己的孩子，哪有不俊美的？每个都看俊美啊！各位，这里的俊美还不是讲他长得很英俊、很可爱。那时候的关键是看这个孩子有没有可能够健康，可以熬过那个婴儿期。我们都知道，古代社会的婴儿猝死率其实蛮高的生很多，可以健康长大到青少年时期，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这里描绘的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状况。这两个夫妻呢，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他们看的第一件事情是，他有没有可能可以健康长大？如果他体弱多病，那就算了吧。其实是很悲哀的，那就算了吧。没想到这个孩子看起来，哭声还蛮响亮的好像很健康啊。哭声响亮，身体健康，是一开始藏他3个月的理由，可是也是3个月之后没有办法再藏他的理由，因为他就哭得很响啊。他一哭，全村都知道了，就告诉埃及人说：“我家有个男婴嘛。”各位，这就是人生的悲哀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救恩非常非常重要？因为你其实，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，你其实是被四面困住，没有出路，怎么做都不对啊！这就是这两个年轻的夫妻，他们一开始碰到的状况。不能再藏之后，他们取了一个蒲草箱，他们给他做了一点防水防漏的设计，然后把孩子放在里头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当中，就把孩子丢到河里头送走了。各位，救恩在哪里啊？救恩在哪里？对这两个夫妻来说，他们这个想法，相对于第1章法老的巧计，有没有？法老呢也想了一个办法，这两个年轻夫妻他们也想了一个办法。
法老那是莫名的恐惧或者是借口，他搞不好，说不定一点都不恐惧，只是单纯因为财富太多需要仓库放，所以找人来建基火城，只是用很棒的政治辞令告诉大家而已。这两个夫妻面对的是真正心里头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个悲伤跟痛苦，那是他们的孩子哎。可是呢，非常有趣的是，在出埃及记的描绘里头，这两个人似乎没有像我们所想象，或者我们会做。我们如果是碰到这种状况，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跟他拼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告诉神说：“神啊，开什么玩笑？你在哪里？我的儿子就要死了耶！”各位，救恩有很多很多的层次，有很多很多不同成就的方法。在这个伟大的故事里头，我们会看见那种小小的神迹奇事，在一个家庭里头所成就的救恩。可是神还不是只有要成就这一种，神还要成就更大的。我们大概都会期望神迹式的救恩，就在这夫妻两个人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有天使就在他们家盖了一个隔音墙。我们大概想的会比较是这个，可是你会发现，在出埃及记里头描绘的救恩，它有一个很棒很棒的主题，从这里开始一路发展，是人与神同工成就的救恩，这是上帝要的方式。上帝要人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智慧、经验、判断、顺服。在这里是摩西的父母，后面是摩西是亚伦，他们都必须要学会按着神的心意来思考、来判断、来行事。只有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救恩。这到今天下午我们会讲更多，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律法，来让我们学会，不是单单承受救恩，我们命保住了；不是单单承受救恩，我们的环境改变了。而是经历救恩，我们的思想成熟，我们的判断变成有智慧，那才是真正的救恩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呢，这两个夫妻把孩子放到蒲草箱，然后呢就搁在河边的芦地当中。后面讲到法老的女儿那天来洗澡。请问，这对年轻的夫妻知不知道那天早上法老女儿要来洗澡？是这么碰巧就拿出去放，然后刚好就法老女儿来洗澡，是这样呢？还是比较像我们丢垃圾？垃圾车几点几分来？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。各位没有错，那个蒲草箱是做了一些设计。可是如果你想想看，他把孩子放到那个箱子丢到河里头去。然后我们也都知道，那个防水布、防漏不可能是永久的，它有一个时间的。如果在那个时间之前，这孩子没有被救起来，他就死定了。如果在那个时间之前，有其他的埃及人先发现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也死定了。各位，这两个夫妻其实是做了好多的情报收集的。再说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洗澡。有狗仔队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清场啊。法老女儿什么时候会去洗澡？那个方圆多少之内要清场，这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也是因为这样，这变成这两个夫妻一个他们心中小小的盼望。他们盼望什么？他们盼望试试看，没人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孩子放到河里头。也许这一些埃及的权贵会可怜这个孩子，会留他一条活命。为什么要找埃及权贵？为什么不找埃及平民？因为对埃及平民来说，他们上面还有更大的势力。谁会像那几个收生婆愿意面对最高的权威法老，然后这么的不顺从，要付很大的代价？
所以呢，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、推测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答案是确定的。有没有可能送到那里去？结果他一看，法老的女儿一看，哇，正好让我爸爸今天呢，给我几个小工。他如果要到他父亲面前去邀功、去争宠，各位，那就是最好的时候。没有一个对他们来说是把握的。可是呢，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观察、设计等等。为什么让孩子的姐姐远远的站着，要看究竟会怎么样？为什么不妈妈去啊？派孩子去，这个姐姐，我大概也许10岁左右吧。各位，你把一个男孩子的性命交在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子手上，其实蛮恐怖的。其实蛮恐怖的。为什么不妈妈去？是妈妈去比较容易得到同情心，还是这个姐姐去？所以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决定。我觉得在第2章里头这个安排，当然有很大的无奈。可是如果你仔细想想他们可能的选项，以及他们最后所做的决定，这里他们的预备、想法等等，其实非常周全。法老女儿打开箱子一看，她说这是希伯来的一个孩子。她怎么知道是希伯来的孩子？因为已经在河里头死了这么多的男婴了。因为谁会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一个箱子？箱子是有防水的设计，这其实是刻意的。为什么？太明显做了。当然，还有另外一个理由，很可能希伯来人的孩子长相跟埃及人的孩子是不一样的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很清楚，他一打开就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。然后呢，他就这个孩子的姐姐对法老女儿说：“我去在希伯来妇人当中叫一个奶妈来喂你奶这孩子，可以不可以？”请问法老女儿知不知道找来这个奶妈是谁？她知不知道找来奶妈其实就是这个孩子的妈？她知不知道？真的吗？她真的不知道吗？谁会在旁边看那个孩子怎样？那难道是在这个旁边附近玩，然后呢，法老女儿的守卫没有注意到漏掉了，因为个子很小，躲在芦荻当中就没碰到。天真无邪的小女孩，她只是误入歧途，刚好就在这里突然出现。一看孩子，哦，他需要一个奶妈，那我帮你找一个好不好？突然中介起来了。各位，所有这些，他为什么会知道要讲这个？难道不是妈妈教的吗？如果是妈妈教，会是谁的妈教的？所以你仔细想想，这个呢，从头到尾都是安排好的。孩子有孩子的台词啊，在家已经练了3天了。法老的女儿在那一个时候，她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她要决定要不要留这孩子的命。现在有一个希伯来人的小女生在这里。一定是这个小男孩的姐姐。问你一个问题，说：“我去帮你找一个奶妈来奶这孩子，好不好？”各位，很有趣的是，这里法老女儿对他说：“你把这孩子抱去，为我奶他，我必给你工价，就把孩子交给奶妈而已。”埃及的社会里头有一个，在这个故事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是，埃及的社会是我所知道的古代近东的社会里头女权最高的社会。这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发生，对不对？如果皇帝下了一个命令要杀所有的男婴，各位公主有可能只手遮天，有可能最后还把孩子带回到宫廷里头去，可能吗？按照我所知道的中国政治，大概是不可能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的父权、男权非常非常的重，在埃及的女权很重哦。法老的女儿竟然可以
大家都知道他收养了一个希伯来人的男丁，一个男孩子，然后呢，没有在宫廷里头造成任何的问题。法老很有可能也是觉得，呀，那个孩子就这么一个人，没关系，这么小，从小就被我们收养，所以呢，大概不会是问题。OK， 因为如果你写故事，如果是纯粹戏剧，想象创作，你猜后面救恩的故事应该是什么？叫我们写，我猜我一定会把它写成。所以呢，有一天摩西长大，然后他当法老的，这是好简单的。到第3章，摩西就当法老，然后摩西下了一个令说：以色列百姓，你们给我滚！然后呢，大家就走了，就出埃及了，好简单啊。可是没有为什么没有？那不是上帝成就事情的方式为什么不是？因为如果出埃及记是这样的话，各位，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完蛋。为什么？因为拳头是最终的权威所以大家就想办法爬到那个最高的位置，做到法老，你就可以做所有你想做的事。没有，那不是神成就的方法。所以摩西入宫，突然之间，一方面是喜事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小男孩没有被杀掉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它也是很大的危机为什么？因为接下来他会是什么观点、什么角度、什么思考？是法老的，还是收生婆的？是埃及那个在历史之下有恐惧要生存，要逼迫，甚至于是到了种族屠杀的这个手段？摩西会不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思维？还是他会成为以色列人呢？他应该要是以色列人，可他现在受的是埃及的教育。在摩西的名字上面，也正好是这个故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。第2章第10节说，孩子见早，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请问法老的女儿讲哪一国的语言？应该是埃及文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摩西这个字，很多法老的名字里头有这个字哈。这个字，如果你用埃及文来理解，它的动词是生育生产，名词呢，名字大概是名词哈，名字呢就是儿子所以摩西这个名字用埃及文来读，它就是儿子。可是呢，摩西这个字，如果你用希伯来文来理解，它是拉出的意思。OK， 同样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有很多的声音是在某一个语言里头有，在另外一个语言里头没有。这个摩西这个声音这个字词刚好在埃及文里头跟希伯来文里头都有。好，现在有趣了。给他起名叫摩西，所以你猜法老会认为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儿子对不对？因为是埃及文嘛。可是呢，这里说，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，法老的女儿呢，给摩西这个名字，让人家有2种可能的观点，一个是埃及的观点，一个是希伯来人的观点。各位，摩西这个人呢，他的名字是可以两边诠释。那这个人呢？这个人最后会是怎么回事？这是11节之后的故事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弟兄那边，所以呢，他受了埃及所有的教育，长大了，他到他弟兄那边，后面讲他弟兄，所以呢，告诉我们摩西放弃埃及人的身份，他不要做埃及的权贵，他要到他弟兄以色列那里去。我们呢，喘了一口气，对不对？他在里头吃人家的，用人家的，结果呢，就他现在不要做埃及人，哇，真是感谢赞美主可是事情没有这么顺利不容易为什么呢？摩西不但出去，他要去看他们的重担。我们希伯来文翻成"看"这个字
读起来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中文当中非常常用的字，所以我读起来没有感觉。希伯来文的意思是，他去那里，他要仔细的看，认真的观察、探究以色列人的重担，所以不是随便出去，好像我们逛街一样随便看看，没有，他是这一件事情成为他心中的负担，他要去好好的看。当他看的时候，他发现有埃及人打希伯来人，他呢就左右观看。这里的看就是随便看看，左右随便看看，发现没有人怎么办呢？就打那个埃及人。因为摩西所受的教育，宫廷的教育就是要训练你可以打仗、军事。另外一个是法律治国。埃及的统治阶层每一个人都要可以打仗，所以呢，摩西这个格斗的这个功夫大概是蛮好的，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。各位，这是摩西的迷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现在很困难。表面上他放弃了埃及皇宫，他出去，他要去找他的弟兄，可是他受的是埃及的教育，他受的是埃及的训练，他很能干，他很厉害，他一下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。可是他要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以色列人出埃及吗？那你知道他打多少人？他每一天就在那边打，他打到死都打不完呢。这会是答案吗？虽然他放弃埃及的身份，可是呢，他的做事的方法还是非常埃及的，对不对？是那个我比你强，我把你打死。不但埃及那边是问题，现在希伯来人这边也是问题。第二天，大家出去看，有2个希伯来人争斗，他对那个欺负的人说：“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？”对摩西来说，他要跟这一群人认同，这一群人中间却有问题，不懂得珍惜彼此。我们是在埃及人迫害之下，我们还不懂得同心向外，我们还在这边彼此争斗。你们有没有脑袋啊？这是摩西对他们讲。结果那个人问他说：“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？你凭什么权柄、身份这样教训我？”就是这里的问句。各位，如果你是摩西，怎么回答？凭什么？凭我是埃及法老女儿的儿子，可不可以这样讲？这样讲呢，那你就回去嘛，回你的王宫去啊。摩西只要这样讲了，他就跟希伯来人毫无瓜葛。可是如果他不讲这个，那他凭什么呢？他凭什么做首领和审判官？答案是，没有啊。摩西没有人立他做首领和审判官。摩西这时候好惨，埃及回不去，希伯来人也不接纳他。他呢，成为一个被众人所拒绝的人。不但如此，因为他算是叛逃，而且杀了一个埃及公民，所以现在法老很有理由要杀他。摩西呢，就只好跑了，然后到了米甸的旷野，在那里碰到有米甸祭司的7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。牧羊的人呢，把他们赶走。摩西呢，就起来帮助这7个女人。其实是很常见的状况，在大家都从同一口井里头取水，放牧你的羊。那男生欺负女生，不管他是玩笑性质还是恶意，其实蛮常见的。如果你是摩西，你刚刚管了一个贤士，结果呢？结果落得何处是儿家，对不对？没地方去，现在落难到了米甸。各位，说不定最聪明的方法，我们的想法会是少管闲事，对不对？你刚到这里，人生地不熟，管什么闲事？你管闲事，说不定等一下又得继续逃难啊。可是这里摩西呢，一看他就忍不住，他就起来帮助他们，甚至于为他们就让羊可以喝水。所以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？在讲神为什么验重摩西。摩西不是我要跟以色列人在一起，我就帮助他们。至于其他那些人，你管他而已，那些人是他们家的事。各位，如果是这样，那
这一个领袖，这个救恩的途径，其实仍然是民族的，对不对？它其实是就跟埃及的那个法老王的民族的思维没什么两样啊。只不过在这里当然比较好了，他是帮助人，在那里法老是要杀人。可是出发点是一样的，出发点是一个狭小的自我，是一个民族的中心。如果是这样，就是你当王了，不是上帝当王。摩西是在自己在落难当中，而且正是因为他管了闲事，造成他的落难。可是这里呢，告诉我们，摩西没有要放弃正义，没有要放弃善良，没有要放弃仁慈等等这些。好，那他需要什么？他需要的是他愿意坚持这个，可是呢，其他的做法上面他需要改变，他不能靠着看到埃及人打希伯来人，我就把他杀了。那边又一个，我又把他杀了。如果是这样，救恩永远没有办法成就。摩西呢，就到了旷野里头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他21节，他甘心和那人同住。米甸的祭司，那人把他女儿希伯拉给摩西为妻，希伯拉给摩西儿子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为什么不甘心呢？有人给你吃，给你住，你是落难，当然甘心啊。各位，这里的甘心其实是摩西愿意入赘的意思。摩西还不是说，哎呀，你这个房子跟埃及王宫比起来差很多，那可是没关系啦，我住了。没有，那里甘心和那人同住，讲的是他愿意入赘。各位，在古代建筑跟在中国一样哦，入赘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有点挑战的哦，是好像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家庭的经济有问题、有困难才会造成这样的事情，不然一般的情况之下是不会的。摩西呢，摩西的人生远景，各位，他明天都不知道在哪里，还有什么前途呢？对他来说，现在有人愿意收容，就已经是好的无比了。人家还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嘞。所以呢，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。可是因为这样，摩西变成一无所有。摩西在外邦做寄居的，那还不是家而已。第3章第1节说，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。你看，他每一匹羊，每一只羊上面那个名牌都好长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，没有一只是摩西的羊。意思是，摩西到了80岁，神呼召他的时候，银行存款是0，住的地方不是他家。生的孩子理论上呢不是他的孩子，是他生的，叫他爸爸。可是呢，这孩子的主权呢是在娘家手上，因为他是入赘。摩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原来心中的那个信念，要有正义、公理、仁慈、善良这些，那个价值没有跑掉。可是呢，他的性格可能是比较暴躁，或者呢善于使用权柄，因为他原来就是在权贵家庭，在法老的王宫当中长大的嘛，教育他的这一些部分需要被神雕琢塑造，神让他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。时间呢跟他在埃及一模一样长。各位，其实我们都希望上帝啊，你让我在那个权贵家庭40年，我大概只要4年就可以学会一无所有了。可是没有，上帝让他两边的时间一样长哦。你千万不要小看你在世界当中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的时间，那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来改变。在摩西的例子里头，摩西花了1:1的时间，40年的权利，40年的富贵，40年的命令出去，事情就有成就。然后呢，40年他一无所有，他是最卑微的人，他在那里做所有的人要他做的事。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的生命被改变。
我们说出埃及的故事是一群人的故事，各位是为了这一群人，摩西被神呼召，神呼召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说，因为以色列人的哀声达于我的耳中，所以故此我要打发你。第3章第10节，是因为他们，所以我要呼召你。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呢，前面才开始介绍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一些故事。如果我们更明白这个，各位就会越明白服事的道理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在服事神、服事人。可是有一些时候，我们也会被那个权力、地位、掌声所吸引。你要小心哦，那些都蛮法老的，那些都蛮前40年。你要认定，你之所以被验中、被拣选、被呼召，不是因为你有多好，是另外那一群人，是因为神的心在那一群人身上，所以神呼召你。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变成真正经历、真正感受到他们的需要、他们的痛苦，好像摩西一样，你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美好的侍奉。我有些时候在想，在出埃及记里头，摩西跟亚伦的服事有很大的差异。虽然他们都经历那个困难，都在他们2个人只差3岁，都在埃及逼迫以色列的大环境之下长大。可是我有时候在想，为什么亚伦会这么容易就去弄一个金牛犊出来？为什么摩西可以在这么大的压力、困难，以色列好几次要拿石头把他打死，他呢，他比小强还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各位，如果你让我猜，圣经里头没有很清楚的答案。如果你让我猜，我很可能会猜摩西在从法老的王宫到米甸的旷野这一个变化。我在猜，很有可能让他对于争取百姓们的认同、支持这件事情，他不在意了。他见过，他也失去过。亚伦呢？亚伦当他面对群众的时候，他有很大的困难。当大家都要这样要那样的时候，亚伦似乎就随波逐流了，就顺着群众，顺着民意。摩西因为有过那个生命的对付，那个生命的对付是我们很需要从圣经的故事里头可以得到的。好，各位，我在第1章、第2章花了很多的时间，显然我后面不会用这样的方法讲剩下的，不然我们讲到第10章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把前面这2章花比较多的时间讲，有一个用意。用意就是，这是我们读希伯来文、叙事文、旧约的故事哈。这是我们大概就是用这种读法，就是你把你自己投身在那个当中。当你读到有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家的女子为妻，然后妻子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见他俊美，各位你需要投身其中，你需要想象你是那个利未人。你问你自己说，他在那里他的感受是什么？他在想什么？当他做这个，当他说那个，他在想什么？我们大部分的人读旧约的故事，我们的好处是故事很容易读懂。各位，危机也在这边因为太容易读懂，所以我们很少真正投身其中。可是你不投身其中的时候，你读出来的那个故事会有相当的距离。它那个距离会让你好像雾里看花哈，你还是看到的，可是有点朦胧。你如果可以稍微投射圣经的作者，我非常佩服这些人。这些人把我们需要投身其中的必要的资料都留在故事里头，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大概是怎么回事。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只要你开始投身其中去想。当你投身其中去想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些故事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趣味。
好，我们第一堂课已经时间到了哈，请各位起来动一动。